嗱，今日我哋就嚟到啦，擁有近70年歷史嘅西貢清水灣前邵氏片場。曾經係全球最大嘅私人影城，有東方荷里活美譽嘅夢工場。20幾棟建築物同古裝街分時期落成，實行流水式電影製作。1,500 actors, technicians and carpenters work in this 40-acre town. 500 actually live here. Inside his guarded movie town, 1,000 employees are today making 27 films. Average production time, 3 months. 但係建築設計一啲都唔流水作業，仲出自名師之手。金明咧其實亦都係整個邵氏片場負責成個規劃。咁金明咧其實亦都係喺香港一個由50年代開始啦，都係喺香港一個好重要嘅亦都好多產嘅一位建築師啦。經歷20幾年荒廢同埋空置，今年6月正式動工，重建為集住宅、商業同保育嘅綜合發展項目。我再次說我們跟清水灣結緣已經12年了。這塊地我們這個補地價也整整等了10年啊。由叱咤影視嘅大型片場去到提供超過800伙嘅住宅物業，咁點解會有呢一個轉型呢？咁中間用咗咁長時間，又係乜嘢原因呢？今集我哋就會回顧一下邵氏片場嘅發展，檢視佢最新嘅發展規劃，亦都會了解下片場附近一帶嘅物業類型同埋樓價走勢等等。咁睇完之後，大家記得喺下面留言講下睇法，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而仲未 subscribe 嘅你，就快啲訂閱我嘅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1961年正式啟用嘅邵氏片場，由人稱陸叔嘅邵逸夫籌建。佢喺1957年由新加坡嚟到香港，接掌家族嘅製片事務。第2年同三哥邵仁梅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隨即向殖民政府買入遠離市區、位於清水灣嘅土地。I couldn't get any land. Hong Kong is so short of land. And then I went to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said, yes, if you want land, you see those are the lands. It's like this. Yeah. It's exactly like this. Let's have one. One word. Yes, one of this One mountain. mountain. Yes. And then we took 60 feet top of the mountain to make these flat pieces here. And then we started to build a good studio. 呢幅官地佔地46英畝，相當於大概200萬尺，價錢就係每尺大概4毫半港元。當年4毫半係乜嘢概念呢？喺50年代夠食到一碗雲吞麵，當時一碗普遍要大概2毫至到5毫。1尺地等於一碗雲吞麵，今日聽起嚟簡直天方夜譚，但其實喺當年同樣屬於極低價。講緊同一時期，中環、尖沙咀等核心商業區閒閒地每尺過百蚊不在話下。新興工業區好似觀塘，1956年首批工業用地公開拍賣嘅底價，亦都要每尺5蚊。對比之下，清水灣呢幅土地就相當平啦。除咗位置偏遠之外，更加重要嘅係當時嗰度仲係未開發嘅荒山，冇路、冇水、冇電，要起片場嘅話就必須由零開始，開山劈石、平整土地，再鋪路、引水、通電等等。所以其實後期嘅工程、建築，以至係時間成本都係好高㗎。邵氏官方刊物《南國電影》就曾經記載，當時佢哋就投資咗成1000萬。而成個工程亦都需要分期完成，頭3年先平整65萬尺嘅土地，去到1964年開始再額外平整大概20萬尺。變相入邊最後23棟建築物亦都喺唔同時期興建。除咗有錄影廠、彩色沖印房、片倉、配音室同埋古裝街等嘅片場設施之外啦，亦都有行政大樓、員工宿舍同埋別墅，形成一個集製作、行政、居住同埋商業用途於一身，能夠自給自足到嘅微型社會。由1960年至到1987年，邵氏兄弟宣布停產電影期間，片場就出品超過800部嘅電影，寫下香港電影製作嘅光輝歲月。其實喺正式停產嘅前幾年，邵氏兄弟已經逐步減產。釋出嘅片場空間就租俾其他同行拍片，以及同樣屬於邵逸夫旗下嘅無線電視作為行政同埋製作場地。後嚟更加將大部分改建為清水灣電視城，喺1988年啟用，繼續發揮佢片場嘅功能。
今晚係無線新聞部最後一次喺清水灣電視城為大家報導新聞。直至2003年，無線電視全面搬入將軍澳電視廣播城。2年之後，邵氏影業亦都分段搬去將軍澳嘅新邵氏影城。清水灣邵氏片場正式完成佢40幾年嘅歷史任務。只係冇諗到呢一走就令到呢度荒廢咗差唔多20年。其實當年呢一幅佔地超過845000尺，包括7個地段嘅地皮，已經唔係由邵逸夫全權擁有㗎啦。追溯翻去到電視城嘅年代，邵逸夫將部分電視城嘅地皮改由旗下前上市公司電視企業持有。不過喺1996年，公司第2大股東大馬糖王郭學年突然透過當時喺佢旗下另一間上市公司南華早報提出敵意收購，掀起一場近2個月嘅收購戰。邵逸夫最終妥協，套現大約4億5千萬，而郭學年就成功將電視企業私有化。自此，成幅地皮嘅業權一分為2，郭學年相關嘅公司繼承咗3個地段，佔地大概265000尺，而剩低嘅4個地段就繼續由邵氏兄弟持有。當年外界普遍認為郭學年不惜大舉收購，就係瞄準咗呢一啲地皮，但係要充分發揮佢嘅重建價值，最後都仲係需要同旁邊邵氏擁有嘅地皮合併發展。早喺1999年，邵氏兄弟就已經表示有意重新發展片場用地。第2年喺邵氏片場同埋電視城仲喺度運作緊嘅時候，佢哋就已經向有關當局申請改劃為綜合發展區，希望進軍地產市場。土地用途改變之後，就開始申請興建豪宅同埋商業項目。不過因為涉及清水灣道嘅交通負荷，所以3度申請延期審理。最終喺2006年獲城規會有條件批准興建近1000個嘅住宅單位同埋旅館房間。喺當時嘅方案入邊就未有加入保育元素，但係就會保留邵氏大樓同埋邵氏別墅。不過之後就一直未有動工。2008年，邵氏等提交另一方案，將單位數目減到去757伙，但係同樣獲批之後冇任何動作。地皮繼續曬太陽，又只係同換地補地價未能夠同政府達成共識有關。其實呢一幅地都幾具吸引力㗎，一嚟西貢區少有大型住宅用地，二嚟地勢高，可以享有全海景景緻。所以自2006年起就開始獲得多家香港同埋內地財團關注。之後傳出新地、恒地、嘉利等，甚至碧桂園創辦人楊國強都有意洽購。最終喺2011年，由殼王陳國強牽頭嘅財團勝出，成功以大概86億收購邵氏兄弟。當中資產就包括清水灣地皮嗰4個地段，不過佢哋就無意發展，之後以競標方式出售地皮。2014年將地皮以大概15億出售俾復星國際，成為集團喺香港第1幅嘅地皮。2年之後，復星再接再厲，從南華早報當時已經易名南朝控股嘅手中，以作價9億9千萬買入剩低嘅3個地段。換言之，成幅前邵氏片場嘅地皮輾轉分割咗20年之後，終於重新整合為一。由2005年人去樓空，去到2016年復星統一地皮業權，足足蹉跎咗10年。但係點解仲要等多10年先動工呢？其實復星喺第一次入手片場地皮之後，已經隨即同邵氏基金同埋南華早報等人聯合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主要係延續2006年批出嘅發展方案，同埋喺佈局上有些微嘅變動，但都係提供757個嘅單位。不過喺獲批重建準備清拆之前，就引起咗社會關注保育嘅問題。2015年，古諮會將成個嘅邵氏片場評為1級歷史建築。其實咧，主要香港嚟到講咧，有3個嘅 criteria 啦，一個就係佢建築本身嘅建築特色啦，另一個咧就係佢嘅文化啦、歷史上面嘅一啲價值咁樣樣。咁而再加上咧，就係佢同周邊地區、佢同個 community 同個社區之間嘅一啲聯繫咁樣樣。邵氏咧，其實喺整個香港電影工業嘅一個發展裏邊咧，係功不可沒嘅。咁佢除
咗咧係一門生意之外啦，其實咧亦都將呢一個電影呢個文化咧係帶到嚟香港，亦都將佢去到普及化。咁呢個咧其實對於香港電影工業嘅一個發展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里程碑啦，同埋邵氏片場其實亦都因為咁咧而係成個歷史入邊嘅一個好重要嘅建築遺產咁樣，咁所以佢係有一定嘅建築啦，同埋一個文化嘅價值喺入邊。咁但係其實呢個評級只係反映片場有特別重要嘅價值，業主必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唔似法定古蹟咁具有法律嘅約束力。不過復星等都順應民意好快就撤回清拆令，令到重建計劃再次暫緩。直到去2017年先再向城規會申請重建發展，採用寓保育於發展嘅概念，保留部分建築物。計劃喺第2年獲批出許可。當以為地皮重建終於見到曙光，2022年就傳出地政總署開出高達100億嘅補地價金額，以可建總樓面面積大概128萬尺嚟去計，每尺樓面地價就大概7812蚊。呢一口價比起旁邊嘅大埔仔項目，即係而家嘅澳龍，喺2011年每尺樓面補價大概6100幾蚊，高出大概2成7。復星等唔接納，提出上訴，拖拉多年幾之後，先喺2024年完成補地價程序。金額最終係21億8千萬，每尺樓面補價大概1700幾蚊，比之前大減超過78%，亦都正好反映咗近2年樓市同埋地價由高位顯著回落嘅大幅調整。而終於前邵氏片場荒廢咗大概20年之後，今年正式動工重建。這個補地價也整整等了10年啊。那麼這段時間的話，這10年裡面的話，香港地產市場也是起起落落啊。這個房地產市場也遇到了不少的壓力，很多人的話呢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呢，這個我們堅持下來了，也是在這個最困難的情況下，我們補了地價。現在這個大家說復星運氣也不錯，這個現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香港的未來會越來越好。其實喺早幾年前，復星已經開始清拆前片場入邊嘅建築物。而家見到中間部分近乎夷為平地，只係剩翻標誌性嘅行政大樓、比鄰嘅片倉及配音室、彩色沖印房、邵氏大樓、行政人員宿舍、3號同4號宿舍、守衛室、1號錄影廠2幅嘅外牆同埋邵氏別墅。不過根據當年通過嘅方案，邵氏別墅只係會保存臨近入口嘅錦磚牆同埋原址部分嘅外牆。相反，原本會原址保留1幅外牆嘅服裝間，見到就好似成棟拆咗啦。而會原址保留部分外牆嘅彩色沖印房，暫時又成棟留返喺度，所以都係要睇到最後。喺彩色沖印房附近嘅行政大樓、片倉及配音室，亦都獲成座原址保留。呢一啲歷史建築同埋設施將會組成一個超過9萬尺嘅文化保育區域，用嚟作文化展覽、藝文交流、休閒休憩等公共功能嘅開放式文化古蹟空間，全面向公眾開放。睇返當初古諮會對23棟建築物嘅逐一評級，而家留返落嚟嘅大部分都係2級歷史建築，只有行政大樓係被評為1級歷史建築。呢個片場地標電視劇集嘅名場面，淨係昔日邵逸夫嘅辦公室所在，屬於成個片場嘅決策中心。佢係由著名建築師金明設計。有別於一般嘅戰後嘅現代主義建築啦，其實咧邵氏片場嘅行政大樓咧，佢嘅外牆個構圖咧係比較生動啲嘅，比較 organic 一啲嘅，亦都係比較人性化一啲。咁金明咧，其實亦都係喺香港一個由50年代開始啦，都係喺香港一個好重要嘅亦都好多產嘅一位建築師啦。北角村係佢設計㗎啦，不過可惜而家拆咗啦。咁另外舊嘅蘇屋村都係佢負責成個規劃㗎啦，咁都係已經拆咗。咁而家香港咧可以睇到佢嘅作品嘅咧，就係喺九龍窩打老道嘅信義真理堂都係佢嘅作品。咁我哋會見到佢嘅設計咧，其實同呢一個邵氏片場行政大樓其實都有啲好類似嘅地方。
雖然金明同時係成個邵氏片場嘅總規劃師，但入面嘅建築物都唔係全部出自佢手㗎，所以都會見到唔同嘅建築風格。整個建築群嘅設計入邊，咁有某一啲咧，亦都係由唔同嘅建築師去到設計當中唔同嘅建築物，咁可能喺唔同年代建成嘅。咁例如咧，其實我哋見到幾大部分嘅一啲建築物咧，就唔係金明設計，相對上咧係其實幾大嘅分別嘅，有種粗獷主義，好功能性，係好科學化嘅嗰一種設計。咁呢個相信都係同即係片場唔同建築物，可能佢嗰個用途有唔同啦。好似喺前片場居住區嘅守衛室就係其中一個例子，由潘祖堯設計，石屎外牆、外露預製嘅石屎螺旋梯，體現出粗獷主義建築。佢同呢邊嘅宿舍群，即係3號宿舍、4號宿舍同埋行政人員宿舍都會一齊留低。嗱，呢度就係3號宿舍啦，又叫做敦口樓，咁係邵氏宿舍入邊最高級㗎。韋英雄啊、爾冬陞、劉家輝、萬梓良等等都喺度住過㗎。咁其實就係俾當時最得令嘅影星同埋導演居住。咁之後就會連同其他嘅宿舍同埋守衛室一齊翻新，會同樣做翻宿舍㗎，提供134個，平均實用大概700尺嘅單位。咁其實喺現存嘅建築物入邊有一棟係冇評級㗎，咁就係1996年落成嘅邵氏大樓。咁發展商會改作為商業及酒店用途，提供183間房。咁成個項目嘅商業同埋酒店樓面就佔超過21萬尺，咁但係受到地理所限，就唔會有大型商場。咁至於住宅部分嘅可建總樓面就近107萬尺。咁項目喺舊年呢就獲批准作重大修訂㗎，咁由原先興建37棟改為興建34棟嘅住宅物業，而可建總樓面面積就由原本接近105萬尺，咁輕微增加近1%，去到接近107萬尺。繼續採用洋房同埋分層住宅混合設計，分層大廈就由23棟減到去17棟，樓高6層至到11層不等；而洋房就由14棟加到去17棟，每棟樓高2至3層，咁全部設喺3層低層地下。咁連同保育宿舍嘅單位在內，合共提供超過800個嘅住宅單位。咁發展商就透露將會涵蓋1房至到4房戶型，冇特定嘅主打，咁但就有大概一半嘅單位可以享有海景。咁項目將會分4期發展，預計2030年落成，咁最快喺出年年底至到2028年初分階段推售。今次係復星國際喺香港第一個綜合發展項目，總投資額就預計超過100億。咁但係佢哋喺定價取態上邊就會傾向保守，又話唔會參考任何香港嘅樓盤，只係會按自己嘅標準定價。咁事實上，要喺附近揾到相近物業作定價參考都唔容易㗎，因為喺呢一帶以低密度住宅、別墅同埋村屋為主，無論類型、伙數或者樓齡都同前片場項目有一定差距。喺油站附近係啦，咁有幾個叫松苑啊、利富苑啊，咁呢幾個咁，但係都係得幾座嘅，其實都冇乜成交嘅，因為佢比較舊式，佢唔會有泳池，唔會有 gym 咁樣。另外呢頭就係村屋咯，咁但係村屋同大型屋苑其實都有分別嘅，所以都即係唔值得參考嘅佢嘅成交。咁當中就只有新世界發展嘅傲龍，規模同埋樓齡係最接近，可以作為參考。傲龍位於清水灣道，同前邵氏片場相距大概10幾分鐘嘅步程，喺2018年入伙，樓齡大約8年。屋苑由27座物業組成，合共提供680房。除咗涵蓋1房至到4房嘅標準戶之外啦，仲設有蓮花園、平台或者天台，以及複式、3複式嘅特色單位。不過就冇供應到洋房㗎。其實我哋之前都曾經介紹過呢個屋苑，大家可以撳右上角條 link 睇返。傲龍今年嘅成交都幾活躍㗎，由年初去到而家，暫時錄得近30宗嘅成交。基本上都係3、4房嘅大單位。不過就唔係全部都係二手買賣啊，部分係屬於貨未成交。當年發展商為咗吸引買家入市，就推出咗一個董事長1440嘅付款計劃，成交期長達近4年，並且享有提前入住嘅優惠，即係先住後付。不過呢啲單位近年就錄得唔少取消交易、撻大訂嘅個案。咁發展商之後重售，成交尺價就介乎喺16000幾至到27000幾蚊不等。
至於二手成交方面，近3個月嘅尺價就由12000幾至到15000幾蚊不等。都係蝕讓嘅，其實最近呢半年嗰啲成交，但係好翻啲嘅啦，其實升咗幾個%，比之前銀行估價亦都好翻好多嘅。參考我哋28 House 屋苑而家大概29個放盤，叫價就1房嘅790萬，去到蓮花園複式4房4套嘅7300萬不等。估計前邵氏片場項目嘅定價都唔會話偏離得太遠，始終項目遠離市區，交通配套亦都有限，需要一個具吸引力嘅價錢。我哋作粗略嘅估算，以成幅地皮嘅買入價大概24億9千萬，補地價21億8千萬，再計埋建築成本。參考自然和建築資產設計及諮詢公司海蒂斯發表嘅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內地和香港季度建築成本匯編，香港中檔至到高檔高層公寓每平方米嘅建築成本大約係25,200蚊至到37,100蚊港元，維上嚟每尺大概係2300幾蚊至到3400幾蚊。中檔聯排別墅至到高檔別墅每平方米就大概34,500至到5萬蚊港元，即係每尺大概3200幾蚊至到4600幾蚊。如果以較高嘅建築成本嚟去計，呢度初步推算住宅部分每尺成本大概7100蚊至到8300蚊不等，但都仲未計逐年上升嘅建築成本、宿舍部分、歷史建築嘅保育、拆卸、利息成本同埋裝修設計等嘅因素。不過發展商都已經表明啦，會採取保守策略㗎，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大家之後都係緊貼住我哋嘅 channel， 了解佢最新嘅發展。隨住片場入邊嘅建築物拆卸開始動工重建，昔日香港電影鼎盛嘅憑證正式成為咗集體回憶啦。但願獲得原址保留嘅建築物，之後都可以重現翻當初嘅味道。今集我就先講到嚟呢一度啦。如果大家有啲咩睇法嘅話，都喺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